是准备翻门越狱的大熊猫，就是从马来西亚回来的三公主生意。生意真的就是性格超好的社牛体质，她从大马回国1个半月就展出了，也就是说隔离检疫结束没几天，她就和大家见面了。而且这孩子整天都是活力满满的，像是身上装了电动小马达一样。在生意这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适应期，生意在大马的时候也同样爱越狱。当时他小小的一只就练就了缩骨功，经常会从门缝里悄悄地挤回家。奶爸当时也很纳闷，明明把他抱到外场营业了，门也关上了，他怎么就自己回来了？于是奶爸为了一探究竟，就蹲在旁边看着生意越狱。当奶爸看到生意成功的挤过去的那一刻，无奈的摇了摇头，估计当时都被这个小机灵鬼给气笑了。后来奶爸担心生意有卡在门缝里的安全隐患，于是就用轮胎把门缝堵上了。但是奶爸还是低估了生意的实力，他竟然踩着轮胎挤过去了，这可把目睹这一切的凤仪妈妈急坏了，自己的孩子竟然在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消失了。后来奶爸又把生意原路退了回来，等生意又长大了一些，他还想像小时候一样从门缝里挤过去，丝毫没意识到他现在的脑袋比3个门缝还要宽，他挤不过去还生气的在地上翻跟头。生意不只会这一个越狱技能，他还会翻墙。只见生意飞速爬上假山，然后踮着脚扒着围墙向上爬，小家伙靠着强大的臂力还真的爬上去了。正当他马上就要越狱成功之时，却被奶爸发现了，拿来梯子把小家伙推了回去。生意是3姐妹中最调皮的那个，也是让凤仪妈妈最不省心的那个，肤色也不像妈妈和姐姐那样白得发光。回国之后的生意拥有一个大院子，更是完全释放了他活泼的天性，拆家毁树，每天都整活不断，把院子里的小树薅秃了还不罢休，他还要把树枝咬断。不得不佩服这丫头的平衡能力和核心力量，就这样踩着树枝还能退回来。生意的反应能力也很强，当他拆树翻车要从树上掉下来时，他也能及时抓住树枝，然后顺势滑落下来。生意虽然很调皮，但他特别听奶妈的话，只要奶妈一喊他就会立刻下树回家。像生意这样性格活泼可爱的小熊，真的很难不爱他。他们俩的妈妈叫萌萌，萌萌是那个我们北京动物园长得最好看的一只熊猫。果然每个老父亲都觉得自家闺女是最好看的。徐老爷在萌宝萌玉2姐妹的生日会上疯狂安利自家大胖闺女，还说萌宝萌玉之所以这么可爱，是因为长得像妈妈。她的妈妈长得又白又圆的啊，所以看他们俩也是，就脑袋大大的圆圆的。而且他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毫不吝啬地夸萌萌，说萌萌是美得发光的人间最美熊。萌兰叼起竹子投喂粉丝，徐老爷在夸萌兰帅气体贴又懂得分享之余，也得顺带提一嘴是他闺女生得好。徐老爷和萌萌日常的互动也很有爱，萌萌喜欢玩水，他就经常拿水管和闺女玩。下雪天萌萌在内场营业，他就从外面一盆一盆的端进来和闺女打雪仗。萌萌当年去基地参加繁育，他也是挥泪告别。多年之后，萌萌一家都回到北洞，他又发文庆祝说，一家人终于团聚了，10几年的爱与陪伴，他们彼此可能早已把对方视作家人。天津二姑奶奶喜乐和她的冯奶爸也是相爱相杀，嘴上说着大熊猫没那么善良，行动上又把喜乐当成亲闺女对待。而且在老冯的眼里，喜乐也是长得最好看的，真的是特别准。当时我记得张生养过好多熊猫，他见到喜乐第一眼的印象就是嚯，这猫真漂亮，相当白，然后长得那种小鸟眼睛，家族遗传好。有一次现场游客说喜乐的腿短，老冯可就坐不住了，立刻站出来为自家闺女说话。这喜乐这本腿大腿还短，也够长。老冯家人住院，请了半天假，喜乐愣是在外面耗了3个小时也不回家。老冯担心自家闺女，又倒了3班地铁赶回来。老冯虽然表面上骂骂咧咧，但对闺女的担心是藏不住的。喜乐看到老冯后心里也踏实了，没2分钟就乖乖回去了。这又何尝不是对老冯的一种内心认同？华丽和心安的奶爸更是女儿奴了，每天换着法的拍闺女的彩虹屁，根本不带重样了。喜欢汪的大眼睛，小鸟眼圈，天鹅颈，纤纤小玉手，整整齐齐的小背心，大长腿，贴了美甲的小指甲，短跑冠军，国家足水1级品鉴大师，最美丽、最优雅、最可爱的小熊，长得最甜的小熊。而且奶爸不接受任何人说自家闺女的坏话。有一次在直播间，有人说心安长得不好看，奶爸当场就霸气回怼，说你长得好看，那为啥奔驰不认养你？所以说在每位奶爸的眼里，自家的熊孩子都是最好看的。盘点饲养员的收猫神技能。收猫是饲养员最头疼的环节之一了，有时候为了收一只熊猫宝宝，都恨不得需要全体出动。谭爷爷已经算是收猫界的传奇人物了，一般的小熊只要谭爷爷一声呼唤，就会屁颠屁颠的跑回家。但也有几个别的钉子户，比如爱待多久待多久的艾灸，即便是谭爷爷来了也不好使。38度的高温天气，挂在树上的艾灸已经热到小肚子一鼓一鼓的，
即便是这样，他怎么都不肯下树回家。于是谭爷爷就拿出了他的杀手锏——蜂蜜涂窝头，把艾灸馋得口水直流。但谭爷爷还是低估了艾灸的定力，美食诱惑最终失败，只能使用最后的秘密武器。艾灸是拿水管滋下来的，还有的饲养员在收猫时会使用激将法。这天几个奶妈怎么都收不回捣蛋的熊孩子，眼看着手里的窝头都快吃完了，于是奶妈心生一计，摆着手让其他奶妈先回去，自己好实施计划。只见奶妈一个眼疾手快，抢了熊孩子手里的窝头，转身就跑。这出其不意的操作，别说熊孩子没反应过来了，估计他手里的窝头都没反应过来。但该说不说，这招真的好使。熊孩子回过神后很生气，怒气冲冲的就追着回去了。还有的饲养员会培养自己的亲信，从而实现以猫治猫的目的，而能成为这种亲信的，一般都是熊猫界的狐妹子。萌兰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当时的萌兰可谓是基地之鹰犬，奶爸只找牙，所以就有了司汤圆拖堂不肯回家。奶爸派萌兰去收他的场面。萌兰爬上树后，先是好言相劝，跟三哥回去吧。奶爸说了有喝不完的盆盆奶，结果司汤圆非但不领情，还咬住萌兰的脸，像是在说我们曾经说好的一起叛逆呢，结果你现在竟然成为了奶爸的狗腿子，以后你不再是我三哥。说罢便把萌兰咬下了树。此时奶爸摸了摸萌兰的脑袋，让他再战。萌兰又爬上树后，二话不说直接开干，没几下就把司汤圆咬下了树。看来我们萌兰还是懂得先礼后兵的。还有的饲养员和熊猫待久了，多少也会点熊猫语，他们会模仿幼崽的叫声来收熊猫妈妈回家。但这招也有顽皮差的，比如怀婷奶爸自信满满的收星星回家。我要用一点技巧把它引回来。那要用什么方法把它叫回来？我打算用那个模仿幼崽尖叫的声音。结果人家海星星一听就知道不是自家孩子的叫声，睡在那里动都没动一下。他怎么还是无动于衷呢？最搞笑的是隔壁的金山听到后倒是回来了，到了，把金山喊回来了。所以怀婷奶爸这是模仿错孩子了吗？大家还知道饲养员有哪些收猫神技能呢？要睡醒媚珠的天塌了，他越狱的小窗口竟然全部被关上了。当奶爸关门走开的那一刻，从媚珠小小的背影里就能看出他此刻的悲伤。自从媚珠学会了越狱，他是每天都要翻出去好几次，而且动作越来越娴熟。越狱这事儿也是被他干得轻车熟路了。所以为了防止媚珠偷偷溜出去，小卖部的窗口现在也是限时开放了。媚珠自然是不同意的，大梁外公还当着他的面关窗口，把媚珠气得直跳脚，然后迅速跑到另一个窗口准备往外翻，结果又被大梁外公抱了下来。这下可把媚珠惹恼了，追着大梁打，跑起来一弹一弹的，像脚底装了弹簧一样，真的可爱数了。而且媚珠不愧是出生即顶流的小熊，它真的太会营业了，这么小就会趴在玻璃上和大家贴贴，像是在说不白来都不白来。就连睡觉的时候，它也躺在玻璃围墙前，这奶乎乎的小模样，任谁看了能不心动。媚珠现在的年纪，一举一动都很可爱，它也像人类小朋友一样，能够1秒入睡，前1秒还是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后1秒就进入了梦乡。他甚至睡前还会打个招呼，然后趴在角落里便开始呼呼大睡。而且他睡前叫的这一声，就好像是在说晚安。真的好喜欢媚珠，希望他一直都能快快乐乐的，熊生顺遂。